乌克兰虽然收复了重镇赫尔松，但第聂伯河东岸大片的土地依旧被俄军占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数次表示要渡过第聂伯河，开辟第三战场，但很明显仅靠乌克兰的力量很难打破如今的僵局。所以今天大兵就替泽连斯基写一份清单，看看乌克兰还需要多少军援在第聂伯河开辟第三战场。首先要明确一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第三战场是指赫尔松东面的第聂伯河一带乌军对俄罗斯发起的大规模攻势。目前俄乌战场已经存在2条战线，分别是阿夫迪夫卡战线和巴赫穆特战线。目前呢，第聂伯河东岸已经有少量的乌军部队登陆，但缺乏发起大规模攻击的能力。如果乌克兰大规模部队能够成功渡过第聂伯河与俄罗斯部队对峙，那么就会成为俄乌战争的第三战场。对于现在的第聂伯河防线来说，想要单靠坦克突破俄罗斯的防线，几乎是天方夜谭。根据目前的情报，第聂伯河东岸俄军的前锋俄罗斯第61海军陆战队旅和第127侦察旅，左翼呢是108空中突击团，右翼是第385摩托化团。而乌军呢在赫尔松附近至少驻扎了5个旅。俄军之所以敢以少量兵力驻守赫尔松方向的防线呢，就是因为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俄军已经在此处设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包括雷区、铁丝网、混凝土地堡以及半永久的战壕。乌军呢，就算是拥有数量足够的坦克，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清空这些障碍。所以想要突破这些障碍，乌军必须掌握制空权。随后呢，用攻击机和轰炸机对俄罗斯防御工事进行大规模轰炸，再由地面部队进行突击，从而在第聂伯河东岸取得基础的阵地。由于爱国者的存在，俄罗斯空天军已经在赫尔松方向偃旗息鼓了，因此想要夺取该地区的制空权，乌克兰不需要考虑空优战机，而是需要想办法搞定俄军的地面防空力量。所以乌军现在最需要的呢是空中预警机和电子战战机，例如 E737 预警机或者是 EC130 电子战攻击机，就可以搭配之前援助乌克兰的 F-16，使用 AGM-88 反辐射导弹以及宝石路制导炸弹摧毁俄罗斯的防空力量。同时呢 ，F-16 优秀的空战性能搭配空中预警机的侦察能力，也能有效地对付俄罗斯的苏35战机。在成功夺取制空权后，下一步就需要使用攻击机和轰炸机清理雷区和地面障碍。目前乌克兰的空军主力是米格29和苏27，这些在冷战初期被研发的战机，无论是动力系统还是武器储存量，都太过落后了。如果想要在俄军支援到来之前摧枯拉朽般的摧毁地面防线，乌军需要更多的支援。大兵认为，美军可以把马上退役的 A10 或者 B52轰炸机援助几架给乌克兰，那么事情呢就会有很大改善。以 A10 攻击机为例，能够携带19枚70毫米火箭弹，以及6枚 AGM-65 小牛导弹，以及各种集束炸弹，能够有效针对俄军的防御工事。除了防御工事以外呢，乌空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俄罗斯的炮兵阵地。在去年初冬，乌军曾经数次尝试强渡第聂伯河，但均被俄罗斯炮火击退。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仅仅是俄军前锋的第61旅就有一个火箭炮营、一个反坦克炮营、各类自走火炮45辆。想要在第聂伯河开辟第三战场，乌军还要确保对俄军火炮阵地进行有效压制，这对乌军的情报搜集能力提出了很大要求。如果不能在地面部队进攻前压制这些火炮阵地，那么12月份的失败可能会在乌军身上重演。当然，压制俄军炮兵呢，不能仅靠空军。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乌克兰陆军先要渡河需要哪些准备。现在呢，连接第聂伯河东西两岸的安东诺夫斯基桥已经被炸断，第聂伯河的最窄处也有300多米。因此，乌军想要在此处组织大规模的装甲突击，可以通过架设浮桥的方式进行，比如 M3 浮桥。
这是一种两栖工程车，每辆 M3可以在进入水中后展开成为一座长6米的浮桥。想渡过第聂伯河，乌军至少需要50到60辆的 M3浮桥。另一种方式呢，是修复已经被炸毁的安东诺夫斯基桥。在2022年7月，为了截断俄罗斯部队的后勤补给，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弹炸毁了这座长达1公里的大桥。后续俄军对该桥进行了修复，但依旧无法经过大型车辆。如今俄罗斯固守第聂伯河东岸，安东诺夫斯基桥就是第聂伯河的命门。虽然乌军现在已经夺得了大桥的控制权，但最近的俄罗斯阵地距此不过1.68公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乌军在赫尔松方向集结地面装甲部队，俄军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集结火炮，甚至使用巡航导弹彻底炸毁安东诺夫斯基桥。因此，如果想通过该桥运送装甲部队，驻扎在大桥附近沼泽地的乌军海军陆战队需要继续向东进攻，以分散俄军的注意力。同时，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炮兵部队也需要对俄军阵地展开火力压制，这就要求乌克兰地面火炮至少要在数量上碾压俄军火炮。比如凯撒自行火炮和海马斯火箭弹都能够在40公里开外对俄军阵地展开火力压制。依照第聂伯河防线的俄军配置，大兵认为乌军至少应该集结超过150门155毫米火炮，才能对大桥附近的俄军阵地形成火力压制。除了大口径火炮以外，乌军现有的海马斯火箭炮的数量至少应该再翻1倍，达到70辆，并且装备 MGM-140A 集束式火箭弹，依靠每发950个子弹药，对第聂伯河东岸的河岸、田野等地区进行饱和式轰炸，以此来削弱俄军的防御能力，顺便清扫俄军在河岸附近布置的密密麻麻的雷区。当轰炸结束后，如果安东诺夫斯基桥没有遭遇毁灭性的破坏，那么乌军就能通过 M60架桥车对大桥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之前，美国已经向乌援助了一批 M60。如果乌军打算强渡大桥的话，可能需要20多辆 M60才比较保险。除此之外呢，乌克兰工兵需要提前渡过第聂伯河，并在轰炸结束后继续探查俄军阵地前剩余的地雷，为后续装甲部队突击扫清最后障碍。当装甲部队能够成功通过大桥后，乌军就能成功的在第聂伯河东岸开辟俄乌战场的第3战场。但是呢，从以上的设想呢，不难看出乌军想在赫尔松方向形成有力攻势，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俄军在库皮扬斯克以及阿夫迪夫卡方向加大了攻势，乌军呢已经在这2个位置陷入了苦战。目前乌军几乎将全部主力放在了东部战线上，而南部战线呢则陷入了相对防守姿态。这也侧面证明了，除了武器装备，乌克兰军队的作战人数也存在一定缺口。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范围也扩展到了800公里开外的圣彼得堡，这标志着目前乌克兰已经拥有袭击俄罗斯后方的能力了。面对这种情况，俄军必须将一部分防空火力调往莫斯科、圣彼得堡、克里米亚等重要城市，这会增大俄军前线的防空压力，也会为乌军的进攻创造机会。面对这种情况，乌军最好的策略呢是稳固阵线，继续和俄罗斯保持消耗战，等待北约的下一步支援。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俄军花费了大量精力，却没有在东部战线取得较大战果，比如拿下库皮扬斯克，那么俄军的士气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俄罗斯即将开始选举，战事的失利也势必会影响选举的结果。所以，对目前的乌军而言，防守带来的战略意义要远高于进攻。对此，各位还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